来到中国东北，有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去探索，那就是中国的陆地最低点，它位于辽宁抚顺的西路天矿。很多人都认为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是中国陆地最低点，其实在抚顺的这个西路天矿比爱丁湖海拔还要低。爱丁湖的海拔是-154米，而西路天矿的海拔能达到-339米。只不过这个巨大的矿坑是人工开凿的，可想而知这个煤矿巨大。飞起无人机就能看到整片矿坑宛如一个巨型的火山口，旁边还有很多的车辆在作业，但是这些车辆现在做的不是挖矿，而是回填。现在的抚顺西路天矿已经完成了自己作为煤矿的历史使命，目前作为一个景观供全国的游客参观。从无人机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个煤矿的巨大，据说煤矿底部到矿口的距离有近400米左右，而这400米的距离是100多年挖出来的，可见它历史的久远。下面就跟着我们一起看看这个中国的陆地最低点。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今天在辽宁抚顺。那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陆地的最高点是在珠穆朗玛峰8848米，而陆地的最低点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负的154米。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辽宁抚顺还存在一个比爱丁湖更低的点，那就是我身后的抚顺西路天矿，这里的海拔是达到了负的339米。但是不同的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珠穆朗玛峰和新疆爱丁湖都是自然形成的，而辽宁的这个抚顺西路天矿却是人为挖出来的一个巨大矿坑。这座抚顺西路天矿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其实早在清朝的时候，当地人就发现这里其实是蕴藏着巨大的煤矿资源的。但当时大家知道，在清朝的时候呢，整个的东北地区都被视为龙脉，那这里的地表是不能被破坏的，不能动的。所以呢，直到清朝的末年，1901年，我们国家才有一位民族资本家在这里开办了煤矿，开始采煤。但是呢，好景不长，这个煤矿很快又落入了沙俄的手里。那1905年的时候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之后，那这个煤矿是被日本长期霸占。从1905年到1945年二战胜利，日本是在这里盘踞了整整40年。1945年二战胜利之后，苏联占领了旅顺，才将日本人从这里赶走了。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个西路天矿才算是正式的回到了中国。从1901年建立到2019年，这里停止开采，西路天矿总共是开采了118年。那现在呢，这里已经停止采矿了，但是已经建成了一个博物馆。我刚刚已经买好了门票，一个人是30块钱。可以参观的部分呢，包括这一座西路天矿的一个历史陈列馆，还有我身后的主体，就是这个巨大的天坑，以及后面还有一些曾经采矿的机械设备。这边都是曾经西路天矿的采矿设备，比如这一台这是个蒸汽机车。这个机车是69年引进本矿，于2005年退役。这两个是电力机车，差不多也是60年代引入这个西路天矿的。这边介绍了这个电力机车的最大牵引力是45吨，最大速度65公里每小时。这是一个推土犁，是前大连工矿厂36年制造的，1936年非常早了，是国内矿里面用的比较早的一个设备。这是一个重型的挖掘机，这个挖掘机的自重就达到了400多吨。其实呢，这个挖掘机的厂家设计使用的年限是12年，但是在西路天矿它已经使用了31年，所以后面也是因为厂家已经停止生产了，没有零件了，被迫退役的。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应该还能再用几年的。看这个挖掘机的斗，容积非常大，还有机臂也很有力量。我身后还有一个巨型的采矿汽车，这个车是我们国家自己设计的，
特别大。你看我这个身高，站在车轮子跟前，就一点点。这个车非常大。那大家知道哈，这个西路天矿其实在建立之初，也就是20世纪初，最开始它是一个地下矿，但后来日本在这里霸占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露天矿。所以这边有很多的这种露天的采煤的装备，像这样子大型的汽车，还有后面这样大型的装载机，都是在露天上进行工作和作业的。我们现在就去这个观景平台的边缘，看一下这个巨大的矿坑啊。其实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是矿坑的一个端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矿坑整体是呈一个椭圆形的，就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椭圆形，你就想象一下操场跑道那个形状。我们现在是在其中的一侧，比如说这个足球场的球门的后面，我们是在这个位置的。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个区域已经是非常的大了。那等会儿如果我们航拍的话啊，那后边的那一片是非常宽广的。我现在站在这个矿坑的边缘啊，可以看到里面留下了曾经非常多的这种采煤的设备，包括后面那个蓝色的建筑都是以前留下来的。这个煤矿在2019年就彻底的停产了。那当时停产的原因呢，第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块的整个的煤矿资源逐渐的枯竭了。那第二方面的原因也是因为长期这样的露天煤矿在地表一直往下深挖，挖到最后呢，这个地质结构已经出现问题了。那以前呢，一到夏季下暴雨的时候啊，这个矿坑附近这里的泥石流是非常多的，就是因为长期的采矿工作导致地下的地质结构已经产生了变化，地表的土层是非常疏松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站在这个矿坑边哈，是可以看到下面还有一辆一辆的工程车在作业的，就大家也可以听到下面有这个汽车的轰鸣声。那大家可能会很奇怪，那现在呢，这个矿已经停止采矿3年了，4年多了，那为什么下面还一直有这种大型的机械在里面开来开去的？其实呢，这些大型的机械车并不是在里面继续采矿，而是在里面进行这个矿坑的回填作业。现在我又朝着矿坑跟前走了一些，越往跟前走，这个气味越难闻，而且空气啊是越来越脏的。大家看前面已经有大面积的浮尘了。从这个角度就看这个矿坑非常清楚了。这个矿坑呢，就是当年从地表往下面这样去挖的。那挖到最深呢，就是从这个矿坑的顶部到最底下那个位置是400多米。我们刚刚说过哈，这个矿坑的海拔是负的339，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本身就是有海拔的，但这个矿坑的深度是超过了400米。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从这个矿坑最深的那个位置去起一座高楼，那需要往上面修超过140层，将近150层的位置啊，这个高层的房顶才能够露出这个矿坑。下面这些正在进行填坑作业的车辆，他们拉的这些土啊，都是从旁边的另一座煤矿那里拉来的。因为那个煤矿正在开采嘛，就不断的往下再挖，那挖出来的那些堆积物全部都填到这个坑里面了。现在这个坑的底部是越来越高的，但是也没有比当年高出太多。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今天就慢慢的开车从沈阳准备回西安了。那刚刚我们是从沈阳的那个沈阳西收费站上的高速，这会儿已经开了1个多小时了。现在我们是在这个盘锦服务区。我们这一趟回西安呢，这一路上也没有什么特定的必须要去的旅游点，就一路走着看什么好玩的，我们还会继续玩的。但大概的方向就是往西安走了。今天我们主要是开这个京哈高速，可能到秦皇岛那个位置，差不多天就黑了，就要休息了。我感觉东北呢还是冷一点，像我们陕西那边啊，温度升得特别快，可能早晚温差会大一些，早晚大概10度，中午会到20几度。但是东北还是稍微凉一点，这边早晚啊现在只有个5、6度，中午也会到20几度，就温差更大了。所以你看，我们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穿着这个羽绒服。但其实我现在下边就只穿了一条单裤了，
一条牛仔裤下面露着腿了，就挺奇怪的，跟这个温度跟新疆很像。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早穿棉袄，午披纱，就我们现在这感觉。现在我们是在这个盘锦服务区这儿准备吃午饭了。刚我们进去看了一下，餐厅都满了。我发现，东北可能就是说东三省啊，去关内必须要走这个京哈高速，所以每一个服务区人都超级多。那现在我俩就在这个服务区的路边找了个台阶，坐在这儿把我们的午饭吃一下。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中午吃的什么啊？这个是叫什么九福记熏拌鸡架，沈阳名吃。我们这次来沈阳啊，别的吃的都品尝过了，就这个沈阳特色的鸡架一直没有机会。所以今天早上走的时候，我说咱俩，要不然买一点路上带着吃。我给涛哥说的，我说不然咱俩回西安之后都没有吃鸡架。我们买了2份儿，都是这个拌鸡架，它就是，辣椒放的程度不一样，然后有一份没有香菜给涛哥吃。对，看看，就这个是没有香菜的，放点葱花。你看，它这个鸡架啊，就是把这个鸡主要的有肉的部分取下来，比如鸡胸肉啊，鸡的翅膀，还有鸡腿，那剩下来那个鸡的大的骨架，把它应该是熏的，先把它做熟之后呢，再给它撕成这种小块儿，然后放点调料拌一下，对，就这样子。你知道吗？其实说鸡架在沈阳算特别有名的一个吃的。对，我听他们说，中国70%-80%的鸡架都卖到沈阳来了，因为沈阳的鸡架做的特别有味儿，它可以炸哈，还可以做这种凉拌。对，当地人特别爱吃鸡架。我们俩就买了2份鸡架，还有早上早饭剩的这俩包子。我为什么把我的电源给拎出来了啊？我刚才想着我们的包子凉掉了，我要拿那个小蒸锅热一下。电源拿出来之后才想到，我并没有带我的蒸锅，这次蒸锅在西安呢，所以就尴尬了。我们就这样凉着吃吧。好，尝一尝鸡架味道怎么样吧？他给了筷子，也可以用这个一次性手套。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吃鸡架呢。它这个感觉骨头多，没有多少肉啊。对，可能就是鸡架拌的比较有味儿哈。对，味道可能就是。今天我买的时候呢，这个老板就跟我说，还有可能你们外地人第一次吃，感觉不怎么样，但鸡架是越吃越香的。我先来尝一个。我不知道该吃什么部位，这好像都是骨头。可能要嗦那个味儿吧。它这个是软骨，很好吃。我现在知道老板给里面放什么调料了。早上我看的时候不太清楚啊，我加上一块比较完整的，给大家找上一块大的看一下。它这个鸡架啊，这块肉比较多，一大块。它这个上面放了这个，就一大勺那个烧烤料，里面好像有，芝麻、孜然，还有这种椒盐什么的。你看孜然粒儿都看得很清楚。然后我看老板往里面放了一些，麻油，还有辣椒油，还有就是葱花香菜。盐好像没有放。你这么说，我感觉闻的味道有点像椒麻鸡，很好吃呀，它那个孜然味撒到上很好吃。这块给你吧，这个肉多。一会儿吃完就继续往前出发了。这2天啊，最后这几天一直都要开车。对。虽然我们没有特定的计划，但是预计从这个沈阳开回西安可能要3到4天的时间。是。路上可能会去玩一玩什么山海关呀，什么山西的一些景点呀。对。但是也就是路过顺路玩，不会专门去跑着玩。是的，一路太累了。说实话，玩到现在啊，我俩经历了那么久的严寒天气哈，2个人实在是玩了点精疲力竭。对。国道228，就是我们国家的3条环国公路中其中1条，主要是沿着海岸线的。海后面这些高楼有没有感觉特别的熟悉？其实呢，我们这次出发来东北的时候啊，就路过了这里。当时这边的整个的海面是结着冰的，冰层还特别厚。那天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有一个画面，就是
我下到海里，走到那个海中央那个位置，然后文涛用无人机航拍。当时我在这个冰面上旋转跳跃。我们现在过来之后啊，虽然这个水已经融化了，冰融化了，但是超级冷这会儿。今天呢，现在是中午的2点多，按道理应该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不过呢，我刚看了一下我手机地图显示的气温，这会儿只有6度，特别冷，这个风吹到脸上都有点疼。我们上到这儿的时候，真想不到旁边还有这么长的一片是海滩。对啊，真的沙子，本来以为这边是滩涂地呢，到这边一看才知道，人家确实都是沙子，确实是沙滩，只不过沙滩下面。滩涂啊。对，沙滩下面是有滩涂的。你看这里面好像有小螃蟹，有种孔洞在流水。是。哦，我知道了，它就是那种，就是现在我们现在表面上看着它是有水的，但它底下是硬泥，不是那种软烂泥。这个叫滩涂。但我刚才飞无人机看到他们都穿的是那种胶鞋啊。那肯定了呀，然后我现在也就只能走到这个位置，往里面去那个水深啊。你好，小朋友。你好，我想问一下姐，你们在这里面抓什么呀？抓蛤蜊。哈蚬是啥呀？就这个吗？这个扁的，就像贝壳那种哈。啊，就是比这大一点那种是吧？哦，那能吃不？哦，那有螃蟹吗？我拍一下什么？就这个。就是比这大。哦。这是小的。人家捡的大了一点。你捡这么多？哎，我们抓点那个小海螺吧。据说是没螃蟹，应该都是小贝壳、小海螺多一些。对，我以为有螃蟹呢。然后这个姐说，主要是那种像花蛤一样的，那种多。然后螃蟹这个季节还暂时没出来。我们这些肯定不行哈。对，但是我看那小朋友抓了很多小海螺，捡的海螺。海边的贝壳是多哈，到处都是。我俩刚刚沿着这个边儿走了100多米啊，没有捡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得进去。但是我们这鞋肯定不行。你看当地人穿的什么哈？他们都是这种齐膝盖的这种胶鞋，还有的人直接穿的是那种，那叫什么雨裤还是啥？连体雨裤那种。哦，连体水裤，我觉得那不是这样叫。对。就到这个位置，哦，太专业了这个装备。现在是晚上的6点半，我们终于到达了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刚刚我们已经出了辽宁省，就过了那个省界碑之后。